在上一期节目中，影视飓风小队驱车从拉脱维亚里加一路驾车行驶到了捷克布拉格。那这一次，他们将穿越德国慕尼黑、瑞士因特拉肯、意大利比萨，直到抵达最终的终点罗马。同时，最后一期节目会继续由我们商业组的编导怀古来完成。他应该是我们公司待得最久的一批老员工，做过特别多的节目，并且他也是我们公司里面相对专业的一位公路自行车骑手，也特别爱拍胶片照片。那相比前2期认真干活拍摄，这最后一期怀古团队也打算休息一下，或许体验舒适的民宿、独具特色的娱乐项目，还有美味的食物，也是旅途的一部分。那同时，我也会在意大利比萨一同加入他们的旅途。那么欢迎收看我们开车去罗马的最后一篇。我们现在在德国的不限速高速上看到刚刚那辆飞驰而过的汽车了吗？就是这边德国的高速它其实是不限速的，就是在1932年的时候，德国就修建了世界上第1条高速公路，是从波恩到科隆。然后德国人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他们要把这些机动车的这种全部的性能都发挥出来，因为他们也造了很多车嘛，然后就搞了这种不限速的高速。来 Hugo 我们踩一脚感受一下。然后先变到超车道。好的，变到超车道。我已经感受到这个推背感了。不得不说，德国人开车是真的太快了。即使我们已经把速度提升到160码，依然能被超车道上面的各种车辆咻的一下就超过去了。当然，这种不限速的规定可能也会增加噪音和事故发生率。但无论如何，如果你来自驾的话，我会非常建议保持在右侧车道安全行驶。在一路畅通无阻的疾驰后，我们便抵达了德国巴伐利亚州的首府慕尼黑。你是小梅吗？对，我是小梅。你好，我是怀古，我是群里的怀古。这一期有一个就是一日向导计划，就是我们在每个地方待的时间很短，像慕尼黑我们只能待1个下午，明天早上就走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自己在这走肯定是好多教堂，这都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就找到了你，又会说中文，又懂当地，还是慕尼黑人。你准备好做我们的一日向导了吗？好，我就这样的。那就出发。对，走。小梅是一位短视频美食博主，知道不少好吃的。这一次，她带我们来到了历史悠久的皇家啤酒屋，听说这里好像是品尝正宗德国猪肘的地方。感受一下，哇，大猪肘子，哇，这个脆皮看起来就很带劲。哇，听声音都能感受到超级脆。对，最嫩的部分应该就是这块。可以尝尝，感受一下哦。是真的好吃，就它那个脆皮之下是有一层很糯的、很有嚼劲、很有蛋白质的那种感觉的，一个胶质的一个地方，好香啊！在我的印象中，严谨、注重秩序，好像是德国人的代名词。但是这大块的猪肘、大杯的饮料，还有随机刷新的民族乐表演，又让我感受到了德国人热情豪爽的另一面。在饱餐一顿后，我们的向导小梅开始带着我们在慕尼黑的市中心走街串巷。就这边还有人演奏音乐，好棒！你听过吧？听过。这个是谁来着？开始听歌识曲了，我们2个根本想不出来这是什么歌，知道这是什么歌，你也在搜。每一个人知道，但都听过，这就是德国音乐的魅力。你听过，但你说不出来。Mozart here. This. Allegro. You were playing the first one. Yes. Yeah. What town? Where? Hangzhou. Hangzhou is. You know Hangzhou? Yes, I've been. I played in China. Yeah, been to China. Yes, it's many different. Made a tour with orchestra. It was very nice. I really liked China. All the best. Write to me.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 it. Thank you. Have a good one. 哇哦，好厉害啊！对，它这个好像是这样子，他们在底下放了一些石头，就是创作这个自然的这种wave。就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就会也跳进去，就从那后面跳进去，
然后可以游泳。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很厉害的大哥，像有一个美国的厨师，有一个网红主厨？哦，那个谁？他一上去我就感觉是 Gordon Ramsay 上去了。哇，他很稳，他走的时候都是立着的。我觉得很厉害，就没有海边，你可以在城市市中心就可以冲浪。我感觉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这样的地方，反正我第一次看到。也是免费的。对。当我们看到那一个个矫健的身影脚踏冲浪板，在浪尖上跳跃翻转，这好像是慕尼黑这座城市前行的姿态。那是一种能将内敛与奔放都纳入其中的包容。而在次日清晨，当一座座慕尼黑古建筑的轮廓在迷雾之中若隐若现，在雾霭之中，我们似乎又感受到了慕尼黑曾经作为巴伐利亚王国首府的沧桑与凝重。你们知道那个慕尼黑啤酒节施瓦辛格来了吗？今年？对，今年施瓦辛格来了，然后施瓦辛格会说德语的。啊哈，他以前是，对他以前他以前是奥地利人，所以施瓦辛格成为历史上第2个奥地利人，在一群德国人面前宣讲，下面还大声欢呼。你知道施瓦辛格名字怎么读吗？Schwarzenegger，然后但实际上读的话，你可以读成 Schwarzenegger。Schwarz 在德国的德语是黑的意思。Schwarzenegger，哇，完蛋了，这种播不了一点。哎呀，我去。真的绝了，这也太漂亮了！这里应该是我来过最好看的高速路停车场了。我们现在在瑞士，后面有高山，然后有湖泊，有草地。我觉得瑞士是我们第一次体验到这种公路旅行的感觉，就是很多地方它都特别漂亮，然后可以停下来就能刷很多逼肉这种感觉。之前我们都是在高速路上啊，这一站开到这一站，那可能6个小时，只有那种高速休息站可以停下，但这里就真的是开到什么地方都很漂亮。还得是瑞士呀。瑞士算是我们行程中非常期待的一个途经点。早在布拉格，我们就遇到了一个瑞士小哥，给我们脑宣了很多瑞士的美景。同时，他也非常推荐我们一定要去看看瑞士的山川湖泊。所以，我们驾驶着理想 L9，穿过了蜿蜒曲折的环湖公路。当一个个童话般的木屋出现在道路两侧，我们便抵达了天堂小镇因特拉肯。因特拉肯这个名字乍一听很抽象，但其实它的英文名 Interlaken 已经暗示了它在两湖之间的绝佳地理位置。听说居住在这里，前往各种著名的山峰都比较方便，所以我们订了一个瑞士小木屋，准备好好体验一下。My name is Val. Val,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哇，这个客厅 it looks really good. Can we step on that with the shoes? Yeah, sure. Yeah. The garden is pretty big. So right. Oh, we have a barbecue place. Just watch out. Oh shit. Sorry, I just saw it. Because we have 踩到屎了，一脚踩上了狗屎。there are a lot of cats around here. Oh. Sorry, It's alright. I like cats. Wow. Because you can call it like the master bedroom, the biggest bedroom.
This is crazy. Actually, we've been driving from here, from China, all the way to here, and this is absolutely the best place we've Really? ever been. The best I'm happy to hear accommodation. that. I'm happy to hear that. Yes, sir. 我们5个人住这个400欧一晚的小木屋，不知道你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不过这个温馨的住处确实扫清了我们一日赶路带来的疲倦，同时热情的房东还为我们推荐了这里声名远扬的 Firth 山，据说在那里可以零距离体验瑞士的山川胜景。哇，光圈 F8 快门200，现在开始拍。哦，舒服啊！就在瑞士，我们现在在这个 Firth 山，他们上面就有一种自行车，它是没有脚踏板的。就很带劲，你可以直接这样子上去，然后就像踩个滑板上往上，纯靠惯性往下滑那种。对，接下来去感受一下 ，Let's go。作为一个有经验的自行车车手，我勒个豆，我勒个豆，我勒个豆，我靠，这刹都刹不住啊！哦吼，冲刺，这不比卡丁车好玩？这比卡丁车好玩多了呀！还表演一个快速跳车是吧？我自己算是个骑行爱好者，但这个没有座椅和踏板自行车操控起来是真不一样，非常刺激。而接下来路段，我们遇到了更离谱的事情。我操，脸上有屎！怎么？脸上有屎了？不行了，不行了！停一下，停一下！怎么了？怎么了？脸上有屎了？有没有纸稿也没有纸？我脸上也有吗？难道？脸上也有。你看我脸上。就这个地方，它的路上有超级多的牛屎，然后我们骑着骑着，这东西没有挡泥板的，你知道吗？脸上都是屎。尽管大自然用另类的青草芳香亲吻了我们，但这段充实的旅途还得继续。所以接下来前往意大利的途中，我们还搭上了一辆前所未见的火车。你敢信吗？我们现在在一辆火车上，就是在瑞士这边有一种很独特的交通方式，这个德语叫什么来着 ？Autofahrrad。对，然后这个东西就是说可以把汽车开上火车，在瑞士冬季会有那种大雪封山，然后交通非常不便，然后有这种方式就可以顺利的避开一些比较困难的路。等会儿我们可以让驾驶员解放双手，然后就很舒服。我们本来以为坐这个小火车可以看一路的湖光山色，但是没想到仅仅快乐了几分钟，我们就进山洞了。剩下半个多小时，大家都在这一片漆黑中大眼瞪小眼度过。就在我们离开山洞的时候 ，Tim 表示他正好也在欧洲这边出差，这个开车去罗马的旅途，他说什么也要来一趟。于是，一拍即合。接下来欢迎 Tim 和我们一起完成这开车去罗马旅途的最后一段。这太离谱了！这是我们制片给我们订的房间，真就一开门，比萨斜塔就在前面。这什么感觉？就感觉你住在别人的博物馆里面一样。这个感觉真的很神奇。我以前来过一次，但是我没有任何的印象，以至于这次我再过来，我感觉那个比萨斜塔比我想的要矮很多。你觉得这个塔变矮了，可能是你长高了。这个地方叫做奇迹广场，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的。对吧？反正就是3大奇迹建筑，也就是所谓的意大利这个3大这个拖延工程，就是这3大。我觉得还不错的就是这边这个民宿，它真的没有很贵，200欧元你就可以住这个塔景房。就你看，你只要一开这个窗户，这个比萨斜塔就在你面前，就是正对着的，200欧元。然后我们这边可以有3张床，所以说算下来平均一个人500多块钱人民币。你觉得算贵吗？但是真的还挺漂亮的。现在这个蓝调时间一过以后，你看这边这个感觉立刻就来了。等会我们这个小空镜一刷，给你整点小素材，你看这边就很不错。这个蓝调我感觉它就是淡淡的这种感觉，还是很舒服的。对，很 nice。现在我们在比萨，然后我们离终点还有350公里，最后4个小时的车程 ，Tim 和我们一起出发，完成最后一段车程。我们总共12000公里的里程，只有300多公里，大家怎么说？最后300公里，4小时，立马到罗马，速通。Yeah!
真不错。你能够想象在意大利这边用我最熟悉的方式开启这个 LCC， 也就全场景辅助驾驶吗？这边真的挺离谱的，就是对意大利人来说，这个应该是天顶型科技了。在这种地方，它也能够做到辅助驾驶。对我来说，整个安全度还有对我们的舒适度提升是特别大的。我真的觉得这个 L9能在意大利这边开是一个特别美妙的事情。车的空间超大，那么装了所有的设备，那么所有人可以很舒适的睡在后面，然后还有这边后面的屏可以交互，还可以娱乐。就一定程度上套过来理想的话，就是这个移动的家。对我们来说，这段时间真就是这样，就是一路开，一路当家。当我们逐渐接近罗马，周边的建筑风格就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古老的遗迹和宏伟的建筑开始时不时出现在视野之中。而当那巨大石块层层堆砌的斗兽场进入视线，我们也终于抵达了本次旅途的最终站，那就是永恒之城——罗马。单凭我们自己确实很难在短时间内了解罗马，所以我们通过发动态征集，收到了一位罗马当地的粉丝曼曼的投稿。那曼曼的祖籍是浙江温州，算是很早一批移民意大利的华人。那他从小就生活在这里，对罗马非常熟悉，所以接下来将由他带我们一起进行这段旅途。西班牙的大使馆在那边，然后这里是什么？西班牙广场和阶梯。所以为什么在意大利有西班牙广场？对，它是法国资助的。好，听起来真的很奇怪的，很抽象啊。为了庆祝当时法兰西国王的统治，所以有了那个教堂 Trinidad de Monte。然后为了更好的衔接广场和教堂，就有这个138个阶梯，它是罗马市内最长和最宽的阶梯。因为它是个著名的地标，所以它不会允许你坐在上面或者是在上面。不能坐，坐都不能坐，吃任何东西都不行。也不能野餐。哇，这是啥？冰淇淋店。这冰淇淋店这么大？对啊，这也太大了。开了很多年，1880。1880年。这是200年的冰淇淋店。200年老店。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哦，哈人。我觉得最让我无语的点就是这些人冰淇淋都不点了，都去和潘天红合照了。我的冰淇淋什么时候能吃到啊？还害怕，就现在真的有的时候认知度太高了，以后就会，就是你知道吗？就在国外任何地方都会这样，我会有点害怕。就我国内我已经不上街了，就不要有滤镜，不要对我有滤镜，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土狗。这里应该算是一个意大利当地的网红店了，对吧？意大利的冰淇淋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它不是那种加奶油那种出来的，它是一个比较低温的，然后是用这个真正的水果做的，而且它便宜。它多少钱来着？之前是1.3块，这么一整套1.3块，然后1.6块。那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么一整个冰淇淋算下来是十几块钱，20块钱不到。你觉得这个贵吗？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挺猛的。我感觉这边罗马人是真的勤奋在工作的，就你看上面是有人真的在做的。像有一些城市就真的就是这些脚手架就放在那边，然后人也不做。是，政府会说你的这些建筑一定时间你就得维修一下、保养一下，但是你保养费用又很贵，他们就建个脚手架说我们快要开始保养喽，然后就一建10年。Tim 老师，我们其实，在波兰还给你带了一个小礼物，也就是我们一直看你平时讲 talking 啊，讲一些话，口会特别的干涩。理想同学打开冰箱，这个冰箱就打开了。然后呢，我们买这个果汁一定是因为它这个特别营养丰富，一定不会是因为它的名字给你买了这样的一个果汁。什么 Tim Buck？Tim 的狗叫。真从波兰带过来的对，波兰带。我们在波兰的超市里面看到，就特别觉得特别适合，不是特别适合，觉得特别有营养。这个就是很浓的苹果汁。是我有点酸，谢谢你的好意，我就喝一口。这个我想各位应该非常熟悉了，对吧？咱们熟知的这个斗兽场就在这儿了，罗马的这个一大特色。曾经在这边贵族们，对吧？就是周末哼个小曲儿，对吧？看人打人，人打动物，动物打人，动物打动物，
但是客观来说，罗马的整个城市规划，不管是排水系统还是选址，像斗兽场这边是在一个高位，所以不会被水淹。然后它里面有非常复杂的一套系统，如果没记错的话，曾经斗兽场里面是可以打水战的，可以打海战，然后它是有专门可以引水进来，引水池，对，可以打海战。不同环境要素。对，在当年想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这里我要讲一个很奇怪的点，斗兽场的高度是50米，进击的巨人里面那个墙也是50米。所以你现在从现在视角来看超大型巨人，好像也没有这么吓人嘛。我不知道他们以前是怎么得出这个决策，我要造这么一个东西。早期的电影院及运动场、电子竞技，就反正集成了一体的。你仔细想，这确实就是古代的结合体了，就它了，真不错。看着这些巨型石块，虽然经历了战火的洗礼，还有岁月的侵蚀，但是组合在一起，它依旧散发着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罗马斗兽场。这座从公元72年便拔地而起的伟大建筑，它见证了罗马的兴衰荣辱，但是始终矗立。而这样不朽的建筑，我们还在罗马能见到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也拍摄了一些镜头，希望能为你呈现这座穿越千年的永恒之城。我们之前一直在思考罗马的哪个地方作为这个旅途的终点最为合适。那直到我们看到梵蒂冈那高耸的圣彼得大教堂时，突然灵光乍现，或许开车去罗马的终点不一定非要在罗马，而是一个可以将罗马全景尽收眼底的国家。梵蒂冈这个国家我应该是来过一下的，但仔细一想还挺离谱的。这个国家只有400个人的人口，就在罗马里面，应该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这边确实非常非常富裕，非常非常有钱。是的，而且它里面那个建筑真的是非常非常夸张，富丽堂皇，真是我去过最好看的教堂。那个教堂是米开朗基罗设计的。哦，这样的吗？里面有3件好像什么特别重要的宝物，然后有一件就是米开朗基罗的成名作，叫圣殇，就是耶稣死了以后他掉下来，然后那个圣母玛利亚抱着他，然后有一个淡淡的哀伤，然后是他20多岁的作品。但是这个20多的作品就已经超级无敌屌了，就已经无敌了，就已经无敌了。然后当时有很多人说，哇，这是哪位大师非常强的大师做的作品？没有人觉得是米开朗基罗，因为他当时就20出头。然后米开朗基罗很生气，然后第2天他在那个雕塑的绑带上面把他的名字签上去，这是他唯一一件签了名的作品，因为后面都不需要签名了。哇哦，我是一个不是很喜欢做这个背景研究的，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直接去感受这些东西。你是情商是够高的，Damn bro！ 这里就是圣彼得大教堂，然后我们是坐电梯上来的，加2欧元，但是呢，它的问题在于你接下来还是得走这个楼梯，得走200多阶，得走20多分钟。对。然后这里的特点就是整个罗马的建筑应该在法律上面就有规定，是不能比这个教堂高的。对，这里是整个罗马最高的建筑，对，就非常非常高。所以逻辑上我们等会到那个 cupola， 就它那个顶上那个穹顶那边，然后就可以看到整一个罗马的这个样子了。Let's go， 我们走吧。好，哇，这里是斜的，这里是斜着的，整个地面你看都是斜着，因为是到穹顶了。我们在那个圆弧上，但是你可以感觉到这个穹顶，发现整个人像是重力颠倒了一样。就在这边再走一走。就走到了我们这50多天驾驶理想 L9 的终点——罗马。我们常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可当我们跨越山海抵达圣彼得大教堂的顶部，在看向远处的那一刻，眼前忽然又不再是这罗马，而是这趟旅途的各种奇遇。从中国一路驱车来到罗马，我们感受到无数截然不同的风土人情，也遇到了数不清的意外。但是我们最珍视的还是这种在路上的心态，和坐飞机真的不一样。那是一种无论何时都对接下来要走的路保持的期待。我们期待能够跨越文化的隔阂，和陌生人成为朋友，也期待记录更多美好有意义的画面，更期待我们的下一趟旅途。
那之前一直没有提，但现在我们可以开心的说，那这一趟旅途，我们希望能把我们拍摄的素材分享给你。所以官网之上，我们已经上传了大量这一旅途之中我们所拍摄的各个国家的素材，都是免费的。如果你有需要的话，请随意使用，只要不是直接销售就可以了。我们想做的就是能把我们的经历还有快乐，通过这互联网分享给你。非常开心，碰到你们更加开心。是在那里的吗？怎么了？你好。Nice again. Again. 你是我的宝贝。好的，拜拜。And thank you. Well, you're welcome. I appreciate it a lot. Oh yes. Oh yeah. 然后这次非常感谢理想 L9能够支持我们，能够2辆车一路开过来，整个体验真的超级的棒。无论是它智能化，还是很大的座舱空间，还是它整体的辅助驾驶 LCC， 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希望你喜欢我们这期内容，那么我们下次再见。